女孩急忙赶上地铁，裙子却被门外卡住了。旁边有个男生提醒她，可她戴着耳机听不见，误会他是搭讪的渣男。热心的小帅冲前去帮忙，地铁突然猛晃一下，女孩尖叫起来，误把男生当作色狼，开始边打边骂。旁边的大婶拉住小帅要报警，众人围上来，给了小帅一顿暴揍。争吵中，小美打翻了热水杯，水杯慢慢的从空中落下，正好落在小帅裤子上。那刺激感让小帅瞬间反应过来。地铁终于到站，小帅被人死死抓住，一瘸一拐的跳下车。警察及时到场，让小美作证，但小美赶着去面试。热心大婶主动出面作证，让小美不用担心。就这样，痛苦的小帅被送往医院，一路上惨叫声此起彼伏。老医生看呆了，从医40年，从未见过这么重的烫伤，估计小帅再也当不了爸爸。旁边的护士小声说：“这人是地铁色狼。”老医生气得大骂：“小帅真是洗不清了。”这时，好心的市民小胖赶到医院，他用手机录下了地铁事发经过，这才澄清了小帅的冤屈。老太太听说小帅被冤枉，说医药费他们出，然后撒腿就跑。小帅的妈妈到了医院，看着儿子伤得那么重，担心他以后谈恋爱都难，气得直跺脚。他要求警察务必抓住那个女孩，赔偿他儿子的损失。而这时的小美急忙慢慢的还是迟到了，1年准备的面试泡汤了。她失落的回家，家里乱七八糟。掀开被子，小美的心情更糟了。彻底失望的小美决定到天台去，因为找不到工作，让父亲失望了，男友还无情的把她甩了，人生仿佛就此毁了。她慢慢爬上天台，突然一张报纸落在小美的腿上，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37个待业青年，都是从这里跳下的，还有不少路人被砸到，直接领了盒饭。这下彻底没希望了，感觉无路可走，无地可进。既然都想死了，还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？她握紧了拳头，决定开启新的生活。就这样，小美偷偷来到度假酒店当服务员，迎接新生活的开始。6个月后，小美有了转正的机会，恰好她的主管刚从假期回来，下属把新来的小美介绍给她。两人一见面，感觉似乎在哪里见过。小帅一把抓住小美，带她到办公室，拿出地铁的监控视频。小美这才意识到小帅被冤枉了，看来转正没戏了。回到宿舍，短发同事满脸愁容，他听说了小帅经历的烫伤事故，以后可能都难以谈恋爱了。小美突然明白了，她回想起地铁上的事情，自己真的惹出大麻烦了。她急忙去找小帅求原谅，恰巧小帅在锻炼，看着小帅这样，小美误以为他要做傻事，她大声喊着冲上去，劝小帅不要想不开，泪流满面的劝他振作。小帅暗中笑了笑，既然你这么内疚，那就表现出真诚来，把我的住院费报销了吧，总共130万。但刚离家出走的小美，口袋比脸还干净，这货突然想到让小帅帮忙转正，把工资分期付来赔偿损失。小帅一听，直说你真会想，一看到你就回想起地铁的噩梦，赶紧收拾东西，离我远点。这时候下属急匆匆的跑过来，说酒店来了个特殊的客人，需要小帅亲自接待，现在人手紧缺。小帅旁边没人帮忙，小美自告奋勇当了小帅的助手，来到贵宾面前。小美一看，竟是自己的前男友，这货正带着富家女来着订婚。小美尴尬的转身就跑，前男友也觉得让小美操办订婚似乎不太合适，但富家女坚持要小美负责求婚典礼，于是前男友不好意思的找到小美。这情况真是逼得人没办法，小美也只好勉为其难。前男友坏笑着拿手机对着小美猛拍，还威胁要把照片发给小美爸爸，有了照片做威胁，小美只好从命。富家女还特别过分，让小美擦鞋。小帅这才明白他和客人有旧仇，但小美不好意思说，就敷衍过去。转头富家女刷爆信用卡买奢侈品，把男友的钱花得一干二净，连酒店费都没了。这货不要脸的向小美借钱，承诺会10倍还钱。他觉得这是个把小美变成富家女的机会，所以把所有家当都押上，决定一定要把机会抓住。小美听后，这不就是要我投资加盟吗？前男友见小美不愿借，就拿出照片来威胁。两人争执中被富家女撞见，他误以为他们在打情骂俏，决定要让小美出丑。订婚宴那晚，小美拿着烫好的婚纱帮新娘换衣，却被富家女叫去门口等候。等小美一走，女儿拿着婚纱露出诡异的坏笑。在订婚现场，她身穿睡袍，不高兴地走向舞台，新郎单膝跪地，双手奉上戒指。她恶狠狠地脱下睡袍，把婚纱扔到地上。这一幕震惊了所有人。小帅捡起婚纱一看，发现婚纱被撕了个大洞。富家女故意破坏婚纱，栽赃小美，然后装可怜，泪流满面，说小美是他哥哥的前女友，故意破坏他们的爱情。笨笨的男友竟然信了，一上来就动手。小帅及时出手救了小美，但那女的还不罢休，非得叫总经理来开除小美。小美害怕失去工作，只好违心认错，向富家女道歉。那女的见状更加得寸进尺，说要道歉就给我下跪磕头，做不到就在酒店大闹，让你丢工作。小帅看不下去，拉着小美就要走，小美却推开他，怒斥那女的撒谎，然后把整个换金勺计划都说了出来。
富家女一听气炸了，一把抓住小美就开始撕扯。小美不是好惹的，两人抓头发在地上打成一团。小美力气大，直接把富家女扔进了河里。男友看到女友吃亏，跑过来撕扯小美的头发，结果三人一起掉进河里。接着就是一场混战，那贱男也来打小美，被小帅一把扔进水里。富家女又来找小美的麻烦，小帅又挡在了前面，四人乱打成一团，谁也别想赢。这时候小美的同事看不下去了，跳进河里给那男的几个耳光，眼看我方就要大获全胜。突然饭店总经理赶到现场，结果可想而知，一直很胆小的小美这次终于鼓起勇气反抗，可最后她还是被酒店开除了。小帅把小美送去了机场，简单告别之后，小帅开车离开了。到家门口时，竟发现小美没走，他请求小帅让他住1周，想再试试下周酒店的招聘。小帅一头雾水，毕竟男女同居挺尴尬的，但小美一点也不怕。就这样，他们开始了新的同居生活。不料意外发生了，女儿梦游跑进哥哥的房间，结果一顿乱打乱咬，还放屁打呼，一脚把哥哥踢到床下。小帅被摔得晕头转向，起来一看，小美半夜去厕所走错了房间。第二天，小美知道他们同床而睡，紧张的要命，连牛排都切成丝吃。她紧张的满头大汗。小帅走到小美旁边，俯身闻了闻，好奇怪，你也没喝酒啊？怎么脸红的像猴屁股，还全身冒冷汗？不会是发烧了吧？他摸了摸小美的额头，又摸摸自己的，难道你得了相思病？饭后，他们去海边散步，看着落日和大海，小帅情不自禁地动了情。他拿出手机要给小美拍照，小美觉得自己不上镜，担心拍出来像南瓜，不太敢拍。小帅调侃他，你本来就是南瓜，拍出来当然像南瓜，难道还能像西瓜吗？这话让小美哑口无言。他轻轻拉开小美的拉链，还细心地给小美带上一束花。看着小美笑得那么纯真，小帅心里满是爱意。两人坐在海滩上倾诉心声，望着远处甜蜜的情侣，小美决定主动出击。她缓缓握住小帅的手，本以为一切顺利，却突然出现了意外。小美的父亲突然出现，一看到小帅和女儿在一起，二话不说就开始打小帅。小帅怎么解释都没用，小美赶紧上前阻止，向父亲解释这几天的事，但老爸根本不听。在他眼中，女儿只是争面子的工具，现在小美被开除，还被前男友抛弃，对他来说是极大的羞耻。小美跪在父亲面前，试图解释自己的苦楚，父亲不但不听，反而觉得有这样的女儿很丢脸。说完，他推开女儿走了。小美哭着求父亲原谅，这是如花第一次相亲，她一上来就给对方讲笑话，让男方一脸困惑，哭笑不得。她马上说自己视力不好没看清，站起来就想走，可如花怎能放过这次难得的相亲机会？她抢过男方的包，定下下次约会，直接跑了。临走还给那男的飞了个吻，让他直接傻眼。原来小美偷偷交男友，直接让老爸气得中风住院。虽然说不出话来，但手还是挥得飞快，对着妈妈和小美乱打，还逼小美跪下发誓，从此不再和小帅来往。看着父亲病得不轻，小美只能答应。父亲一出院就安排老同学的儿子见小美，他被安排去相亲。小美一看对方年纪大，还有点单眼皮，直接就拒绝了。但老爸拿出他下跪发誓的录音，硬是逼小美去相亲。没办法，小美只能求助同事如花，让她去替自己相亲。如花看了照片，直呼天啊，这正是她喜欢的类型，所以才有了之前的那一幕。如花之后找到小美，为了抓住眼镜男，还特意贴了双眼皮，说眼镜男喜欢大眼睛的女孩，下次约会要打扮得漂亮些。小美很担心被爸爸发现，催如花快点结束这场游戏，但如花已经决心要嫁给眼镜男，无论小美怎么说都没用。他们正聊着，老爸突然回家，听说小美要和眼镜男有第二次约会，乐得不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美正准备出门，爸爸大方地从钱包里掏钱，让小美约会时大方点，还要亲自送她去约会地点，顺道见见老同学，还得把婚事定下来。幸好妈妈及时出手，主动承担送小美的任务，总算避免了麻烦。同时，如花睁大眼睛和眼镜男进了咖啡厅，这哥们儿直接看呆了，一脸无奈地看着如花，希望她能把包还给他。但如花故意把包留在了自己公寓，她的家又离这超近。她起身拉着眼镜男往家走，到了公寓楼下，如花开始发起攻势，夸自己的泡面世界无敌，邀请他上来试试。如花根本不在意，直接告诉眼镜男自己的公寓号，还不小心摔了个跤，急忙跑上楼。眼镜男就这样被完全征服了，乖乖上了楼。与此周时，老爸也邀了同学来家里小酌，期待着双方成为一家人。老爸还侃侃而谈，觉得女人只有两条路，要么美要么聪明，他女儿两样都有。同学听了挺迷惑，说听他儿子说小美长得一般，眼睛还特别小。老爸马上反驳，那是你儿子眼神不好。说完就掏出手机给同学看照片，幸好是美颜加持的照片，老同学没看出来。回家后，老爸对这门亲事兴奋极了，他跟妈妈商量着要卖掉这大房子，搬到郊区去住个小点的。
小美要嫁人了，得准备嫁妆。现在婆家都希望媳妇能出去工作，咱们得让人家瞧得起。婚前给他们买套新房，这样女儿嫁过去也硬气点。老爸虽说脾气一般，但为了孩子幸福，真的是什么都愿意。他们哪里知道，这时的小美正跟小帅备战厨艺大赛，两人甜甜蜜蜜的。老妈用内裤煮了6小时，熬成了浓汤，让女儿喝下。为了让女儿怀孕，老妈真是煞费苦心。听说煮内裤能生儿子，她特地跑去附近宠物店，那店主生了6个儿子。老妈趁买狗之际偷了内裤，结果第2天女儿测出怀孕，连测4次都是2条线。老妈不放心，赶紧带女儿去医院检查。医生用超声波查了3小时，也没看出个所以然，急忙又让她做进一步检查。让他们失望的是假怀孕。医生还说女儿身体不好，怀孕的机会几乎为0。这下可糟了，老公和婆家都知道她假怀孕了，得快点找办法补救。于是母女俩找到了神婆那儿，结婚4年了还没孩子，希望神婆能给点指点。神婆一看就说老妈有问题，虽然你现在挺有钱，但内心简直破烂至极，就算坐在钱上也不如街头乞丐。神婆直接骂他是贱人，说完就把老妈的戒指抢走，摸着戒指嘴里念念有词，脑海里浮现出老妈年轻的样子，吓得神婆坐倒地上，骂她贱女人，说她年轻时造的孽，现在女儿得替她还债。无论你转世多少次，无论男女，都会像哭地一样，永无子嗣。神婆说的对，老妈年轻确实有段不堪往事，但她不想在女儿面前出丑，就说神婆疯了，胡言乱语，拿起米罐盖往神婆脸上一盖，转身就走。神婆冷笑说，厄运很快会找上你。母女俩实在没法补救，只好跟丈夫坦白假怀孕的事。丈夫不但没责怪，反而更关心她了，因为他自己也有隐情。满身泥巴的小孩看着幼儿园的孩子们吃面包，饿得难受，他穿着脏鞋快速跑过去，抢了面包就跑，躲在角落狼吞虎咽。这时一位漂亮小姐姐出现了，小孩吓得脸都白了。女人把小孩拽回出租屋，警告他再出来就打断腿。小孩吓得大哭，女人却没耐心，对孩子大喊大叫。这时电视里正在播放当地医院院长的演讲，女人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她翻箱倒柜找到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的男人和电视里的一模一样。她翻过照片看背面，背面写着院长的地址，这男人竟是小美的哥哥。女人偷偷把孩子留在医院走廊，然后给哥哥打了电话，让他好好照顾这孩子，因为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旁边的同事想报警，被哥哥及时拦住了。看着眼前的小脏孩，他心生一动，他先给孩子做了全身检查，孩子身上没有伤，应该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。哥哥问孩子家在哪，孩子却沉默不语。护士姐姐端来了饭菜，趁孩子吃得开心，护士试探性问道。孩子想起女人的提醒，无论何人问什么，都不能让他开口说话。孩子吓得把饭菜推开，大声哭泣起来。这时候，哥哥赶到监控室寻找线索，看着屏幕上的女人，哥哥毫无印象，只好让警卫报警处理。这时，护士急匆匆跑来，他找到了线索，这孩子曾在他家附近的幼儿园上学。哥哥从幼儿园老师那里得知，孩子在这上过3个月的学，然后就消失了。但老师提到孩子妈妈的名字时，哥哥惊呆了，这名字居然是他当兵时的初恋。于是哥哥找到初恋的妹妹，询问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女人冷笑说，是你毁了他的一生，想知道为什么不亲自去问？你弟初恋现在在监狱里，当年小美的哥哥入伍前已经带初恋见过父母，并且定下了婚约，可父亲并不看好这门亲事。哥哥从警1个月后就收到了初恋的来信，他说自己去了美国结了婚，对方是个富豪，如今初恋竟然进了监狱，还留给他一个孩子，让哥哥百思不得其解。他赶到监狱找到了被关的初恋，这才明白了真相，原来那封信是父亲逼着写的，女儿身上还有一道长长的疤，这让哥哥大为震惊。他先把孩子安置在租的公寓里，然后把父亲叫来问清当年的事。原来哥哥小军入伍后，初恋找到了父亲的公司，他怀了小军的孩子，而且他妈妈需要移植手术，需要一大笔钱。他知道父亲不喜欢这门亲事，只要给足够的钱，他就会离开小俊，还打掉孩子。没想到初恋还是生下了孩子，还进了监狱。这下问题大了，突然多出了一个儿子，小俊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与此同时，媳妇在小俊换下的衣服中，误以为小俊在租来的房子里干坏事，急忙赶了过来。岳母找到女婿秘密租的公寓，狂敲房门。这时迎面走来一位女士，丈母娘一把抓住女人的头发，疯狂施暴，家人一涌而上，对教练拳打脚踢。小俊听到外面的喧闹声，急忙出来。原来这女人是瑜伽教练，她看到自己的教练被打得不成人形，这才明白是误会。丈母娘立刻变脸。回到家，丈母娘又夹菜又陪笑，媳妇小朱也在一旁帮腔，主动承认错误。小俊赶紧解围，说自己突然多了个孩子，还不清楚该怎么办，哪有心情生气。媳妇小朱趁机提议，让小俊和他去妇产科检查一下，他们赶紧要个宝宝吧，这样小俊就不会到处乱跑了。再说
作为包租婆的丈母娘，拥有好几栋大楼，手里有不少遗产，总得找人来继承，对吧？另一头，老父亲找到了小俊的初恋，拿出初恋当年写的承诺书，只要给他钱，他就会打掉孩子。现在看来，初恋没守承诺。他本想自己把孩子养大，但他妈病得越来越重，没办法，只好用公款看病，结果被关进了监狱。如果没有这些事，他也不想麻烦小俊养孩子。但老父亲就是不信，以为他又在骗钱，直接想把孩子送警局。女人急了，如果他真这么做，他就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了不起的小俊院长有私生子。如果老父亲不信，可以去做 DNA 测试，但有个条件，必须在他指定的医院做，否则他担心老父亲会耍花招。于是老父亲带孩子去医院做鉴定，巧的是，正好碰到儿媳和丈母娘也在医院做检查。儿媳正要打招呼，就看到男人带着孩子走了。母女觉得事情不简单，偷偷跟着老父亲到了鉴定中心。丈母娘笑得前仰后合，你公公宝刀未老，这么大年纪还能搞出个小孩。女儿恍然大悟，小军经常跑出租屋，原来是和公公一起照顾孩子，但孩子的妈妈是谁呢？我们得查清楚。同时，老父亲在医院提取孩子的 DNA， 还交了自己的牙刷给医生。当他们两人离开时，小孩回头看了看医生，而医生的表情似乎和孩子早就认识了。妈妈陪儿子去新公司报道，恰巧遇见财阀老板路过，他惊讶得不得了，这女人竟和30年前去世的恋人一模一样。他尾随到了咖啡厅，见到旧爱，重新组建了家庭。财阀心情复杂极了。这时女人转头看到角落里的财阀，吓得手足无措。她的丈夫赶来催她快上车，她这才回过神来，没想到当年亲手杀死的丈夫又出现了。孩子们被送走后，她匆忙回到咖啡厅，但财阀已经走了。她急忙叫住服务生，询问那男人去向。得知后，她急忙离开。这时财阀的司机出现了，拿出5万元大钞给服务员。得知他是来找财阀的，司机赶紧打电话通知财阀，确认他就是当年的初恋。于是他约他在咖啡厅见面。30年前的事实浮出水面，当年两人在美国打拼，男人生意失败，整日酗酒逃避现实，还常打骂安娜。他忍无可忍，打算离开。男人醉酒时狠打了他一顿，安娜自卫时不小心，男人倒地不起，他以为男人死了，疯了似的逃离。他隐姓埋名逃到韩国，生下了2人的孩子，就是现在财阀公司上班的小帅。他先后嫁了3次才获得合法身份。现在男人虽成了财阀，但他不敢面对过去的生活。他偷偷隐瞒了小帅是财阀亲生儿子的事实，希望财阀不要打扰他现在的平静生活。回到公司，财阀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安娜屡次出现在他的公司，这里一定有他熟悉的人。而且当年安娜消失前，他在行李里发现了婴儿衣服，按时间算来，可能是他亲生的儿子哦。安娜的姐姐刚好从美国回来，两人就聊起过去的种种。安娜赶紧拿出手机给姐姐看儿子的照片。这时候财阀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，原来财阀知道姐姐回来了，特地过来打听安娜的情况。财阀一听他们的谈话，立刻抢过手机，但手机设了密码，根本打不开。安娜赶忙抢回手机，死活不承认。财阀怎么求她，她都不松口，还拿出了当年从安娜行李箱里掉出的婴儿衣服。安娜还是冷漠无动于衷，她实在太害怕这个酗酒的父亲，怕他害了小帅。其实财阀的亲生儿子就在他眼前，明摆着的事谁都能猜到，可聪明的财阀偏偏就是想不到。女人刚上班第1天，她的上司竟是抢过她男友的那个富家女，两人几个月前还大打出手，小美因此丢了工作。而富家女小丽看到小美的名字，恨不得吃了她，对小美展开了各种刁难，让她干的都是又脏又累的活，还让同事们对她冷嘲热讽。最过分的是，非让小美去清洁男厕所，小美累得要命。小美刚想趁到垃圾时伸伸腰，富家女就跑过来指责她偷懒，还用小刀划破垃圾袋，垃圾撒了一地，逼着小美用手去分类垃圾，不然就扣掉她这个月的工资。小美为了保住工作，只能忍着臭味把垃圾收拾干净，还不小心刮破了手指。到了吃午饭的时间，富家女不让小美坐桌子吃饭，让她去厨房打扫卫生。幸好小帅给小美留了炒饭，但一进厨房，小美发现炒饭被倒掉了。小美也挺有心眼的，偷偷买了泡面准备吃，还没泡好，富家女又来找茬，说小美那廉价泡面味道太大，让她拿到外面去吃。小美没办法，只好照做。富家女觉得小美动作太慢，一把打翻了小美的泡面，泡面汤水弄得小美满身都是。正当小美尴尬时，同事突然拿着冷水出现，一桶冷水泼向小美。原来这是个陷阱，富家女早就计划好要逼小美走人，这是她报复小美的狠招。但小美没那么容易服输，她跑到角落里哈哈大笑，精神百倍地回到厨房继续工作。虽然被同事使唤，但她没有怨言，面带微笑，任劳任怨。但富家女还是不肯放过她，她偷偷在地上倒了豆油，胖厨师不小心滑倒，富家女趁机又怒斥小美一顿，小美只能跪地道歉，躲过一劫。不幸的是，这一幕被她妈妈看到了，看着女儿被欺负还得跪地工作，
妈妈忍着泪水默默离开。她不懂为何女儿要忍受这种侮辱，为何还坚持在这里工作。但小美有自己的坚持，即使再苦再累也不怕。一整天站的腿肿，手被玻璃割伤，但她相信这是唯一的出路。只要妈妈再给点时间，她相信自己能熬出头。但她不知道的是，富家女已经在酝酿下一步计划。她让胖厨师偷偷在小帅的肩安装摄像头，按他的指示，把小帅的创新菜单抄袭。菜单一公布，小帅发现2份菜单一模一样，明显是胖厨师的抄袭。现在发布会即将开始，没时间查清真相，小帅只能让小美先去应对发布会，他自己赶紧想办法。果不其然，发布会上大家都指责他们抄袭，富家女更是在一旁煽风点火。她声称亲眼看见小美在那里鬼鬼重票。与此同时，小帅找到了保安，打听到胖厨师每晚都在停车场等他下班。突然，小帅灵光一闪，他回办公室让助手把百叶窗关上，屋内顿时一片昏暗。墙上的时钟小红点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取下时钟，果然发现了摄像头。他带着摄像头来到会议室，质问胖厨师。胖厨师立刻软了。小帅逼近他：“你电脑里肯定有录像。”打开电脑，真相就揭晓了。胖厨师没法否认，承认了抄袭，但他没把富家女供出来，反而从他那儿借了一大笔钱。胖厨师的助手也良心发现，悄悄把 U 盘交给小帅，打开一看，是富家女指使的证据。正当富家女假装祝贺之时，看到视频当场傻眼。小帅把他拉到走廊，富家女试图用钱摆平，小帅不为所动。他把视频交给他，只希望他能放过他和小美，警告他若再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就在这时，他们的对话被偶然路过的财阀听到，他把养女叫进办公室，直接开除，还买了机票，让他第2天回老家。富家女原是财阀佣人的女儿，被认作干女儿才有今天的地位。他不珍惜这份恩情，反指责财阀。如果是亲生的，结果就不同了。善良的财阀无言以对。这时，助手提议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小帅，不妨让养女和小帅成家。财阀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但他低估了养女本性难移。他跑到夜店寻欢作乐，还找了一群小鲜肉唱歌跳舞。第2天一大早，口渴难耐的包租婆一睁眼，房间里多了个大小伙子。一问才知，昨晚自己喝断片了，原来是小鲜肉把他送回酒店，还被他吐了一身。这小伙子洗衣晾衣忙了一整夜，现在还满身是酱螃蟹的味道。赶走小鲜肉后，包租婆痛哭流涕。搞笑的是，1秒前还泪流满面，回到家就开始练唱中文歌。作为泡菜国租赁协会会长，他打算把事业扩展到中国。这时候，仆人送来一个快递，一打开，竟是自己醉酒的照片。包租婆彻底傻眼，一声精明竟被小鲜肉敲诈，必须得想个办法。于是约小鲜肉到咖啡馆，这小伙子要价10亿，不然就把照片公开。一听这个，包租婆急了。说完，他拿起电话开始找人。门外的大汉们手持各式武器走了进来，恭敬地把小刀递给大妈，然后一拥而上，把小鲜肉拖到他面前，脑袋上摆了个苹果。如果大妈能把苹果劈成2半，小鲜肉毫发无损，他就把10亿给他；要是劈错了地方，就把钱寄给他妈养老。大妈摆好架势，准备下刀，小鲜肉吓得尿裤子，跪地求饶。大妈连环耳光下去，训斥他年纪轻轻不学好，总想敲诈，叫他找份正经事做不好吗？小鲜肉被打懵了，连忙求饶，还主动交出了照片。大妈不会删，直接没收手机，又是一顿连环耳光，才算出了一口气。回到家，仆人听说后兴奋得不得了，毕竟当年的大妈是清潭洞的大姐大，打10个轻轻松松。他把手机交给仆人，叫他去砸掉，但贪心的仆人舍不得，想自己留着用。打开手机一看，发现了意外惊喜，老太太刚离婚的女儿的新男友竟在夜店工作，还谎称自己是哈佛博士。仆人赶紧把照片给大妈看，大妈气得不行，敢欺骗我女儿，把媒婆和博士叫来家里，痛骂2人，然后拿出手机里的照片质问博士。2个骗子看了直傻眼，看着事情败露，机智的媒婆立马给博士一巴掌，责怪他不管弟弟。博士也借机推脱，说自己忙着写论文，没管弟弟好，连连向大妈道歉，还说要取消婚事。但这种拙劣的借口怎能骗过精明的大妈？大妈说照片上是你双胞胎弟弟，马上让他过来。媒婆急忙说弟弟去了美国，暂时回不来。大妈坚持让他赶紧飞回来。这时博士拿出手机，大妈一看，果然是双胞胎。原来这俩兄弟互换了身份，哥哥是个情场高手，知道老太太有钱又简单，就冒充博士弟弟来骗婚。但大妈岂是好欺的，表面上信以为真，又道歉又赔礼，暗地里却开始调查。他把前几天挨打的小鲜肉叫来，拿出照片。小鲜肉一看，博士旁边的女人是自己妹妹，而这个博士他更熟悉，真是人渣中的人渣，把妹妹骗得怀孕了，现在彻底消失了。兄妹俩找了半天也没找到。老太太问这人有没有哥哥，小鲜肉想起这家伙醉酒时曾炫耀自己的哥哥，还经常冒充哈佛博士，骗了不少天真女孩。这时小鲜肉的妹妹急匆匆来了，看着妹妹的大肚子，
老太太给了妹妹一大笔钱，带她去找你心爱的椅子王。订婚那天，骗子一家把真正的博士弟弟叫回来，只要椅子王顺利订婚，用不了多久，老太太的保险柜就会被清空。但他们没想到，老太太带着椅子王女友和小鲜肉出现在订婚宴。虽然双胞胎长得一样，但妹妹立刻认出了椅子王。这家伙还试图否认，被大妈一把扒开衣服，浑身的冷汗都快出来了。老太太一顿猛打，把椅子王给打懵了。真博士弟弟见瞒不住就坦白了，媒婆看大势已去，也直接说清，还顺便点了一下大妈的女儿，离了婚还想找小鲜肉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大妈一巴掌把媒婆打晕。正当女人要反击时，小美的哥哥，也就是女儿的前夫出现。他早觉得这博士有问题，一直在暗中调查。两家人大打出手，场面一片混乱。这场滑稽的骗局就此结束。心机女故意在老板前摔倒，借着送她回家的机会偷拍发网，让小美误以为俩人在交往。上班时，她趁小美不注意，把22人的宴会单改成2人。宴会当天只送来2人份食材，大家都怪小美订错了单。心机女小丽借机表示自己认识供应商，带着小帅去补齐食材。宴会上，她还特意夸小美调的酱汁好，赢得了客户和老板的赞扬。回头一看，就在老爸把小美点错货的事抖出来。这招真是又捧又打，用的挺机智。然后他跑去印刷厂塞了红包给工人，让人故意把小美负责的海报搞错，结果一发出去的海报就电话投诉报了。小美一脸懵逼，明明自己检查的那么仔细，怎么就成这样了呢？一错再错，小帅开始觉得小美不认真，两人之间的误会越来越深，接连出错，小美都快被炒鱿鱼了。失意的小美躲角落里默默流泪。好基友如花赶来了，她早晨偶然看到小丽和印刷工聊天，觉得有点蹊跷，急忙跑去印刷厂。如花扮作小丽的手下，叫印刷工像以前那样偷改海报。贪婪的印刷工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这时候小美带着厂领导过来了，一切真相都水落石出了。小美拿着印刷工的供词去找小丽对峙，小丽嚣张地说老爸看好小帅，他们俩一对就能继承家业，你妨碍大计，必须得走。如花听不下去了，直接一杯开水泼在小丽头上。这时小帅走进办公室，小丽立刻装可怜，说小美和如花欺负他，还往他头上泼开水。笨笨的小帅听完居然信了，小美气得七窍生烟，他把视频发给小帅，扭头就走。知道真相的小帅决定把这事告诉老板，炒了小丽。可小丽不但不认错，反倒让小帅感激他帮忙除掉小美，成了财阀女婿就能一帆风顺。小帅心想等着瞧吧。他把视频交给财阀的心腹，结果没想到这心腹跟小丽是一伙的，一边压下这事，一边还告诉小丽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原来小帅是财阀失散多年的亲儿子，想继承家业的小丽只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除掉小帅。于是他们设计让小帅去停车场制造一场假车祸。财阀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，正准备认亲，却遭遇飞驰的汽车，他毫不犹豫推开小帅，自己则被撞倒在地。这一幕竟是养女精心策划的圈套，可惜计划并未成功。财阀替小帅挡下这一劫，大家急忙把财阀送往医院。财阀受伤严重，生死未知，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此时养女对养父的生死全不关心，反倒埋怨养父搅了他的好局。他悄悄找来律师修改了遗嘱，只等养父一断气，公司就是他的。办完这些手续后，养女拿起电话指示手下让养父安心的离开。手下悄悄潜入病房去拔氧气管，这家伙明显没啥经验，不先把设备关了再拔。警报立即响起，医生们急忙赶过来，接连进行电击和急救。但财阀实在是太虚弱了，已经无力回天。小帅在一边哭喊不止，竟然把亲生父亲的命给喊回来了。不止这样，财阀经过这次抢救竟然恢复了意识。父亲握着儿子的手默默流泪，而一旁的养女得知父亲被救，气得咬牙切齿。回到了办公室，养女小丽把手下狠狠地训了一顿，眼看计划泡汤，只好启动备用计划，继续促成他和小帅的婚事。可小帅心里只有小美，要拆散他们俩简直难如登天。满肚子的阴谋的心腹决定从小帅的家人下手。就在小帅家人团聚的时候，心腹打电话给小帅的妈妈，声称有急事需要见面，把小帅的妈妈支开。潜伏一旁的手下见状急忙通知养女，此时小美恰好来探望。小丽算准时间冲进电梯，陷害小美的计划启动，故意将小美带来的礼物打翻，趁小美弯腰捡礼物时一脚踩到小美的手上，故意激怒了小美。小美一推小丽的瞬间，电梯门正好开了，正好被小帅妈妈看到了。小丽立刻装可怜，上演苦情戏，这一招真管用。小帅妈妈以为小美是个泼妇，傻乎乎的去安慰小丽。看到妈妈上当，小丽坏笑了，然后心腹把妈妈约出去喝咖啡，先是称赞小丽是好青年，接着把小美说诚心机女，还拿出了照片给小帅妈妈看。妈妈一看，认出了电梯里的那个泼妇。心腹看妈妈信以为真，就引她到了教堂，看着小丽诚心祈祷，还承诺用生命保父亲平安，这让妈妈更信了，确信这女孩能成为好媳妇。小丽赢得了小帅妈妈的信任，开始对父亲关心备至。
还说本来要救小帅，没想到被父亲抢先一步。心腹又拿来了小美家的调查报告，财阀一看，里面全是关于小美爸爸的假证据。小丽还在旁边添加细节，把小美抢钱男友描述程序一破坏，还拿出假的酒店经理视频，这当然都是他们花钱买来的假证。更过分的是，他们还收买了小美哥哥的初恋，在财阀夫妻面前演绎出把小美家描述的一文不值。财阀全信了，他叫小美来摆出一大堆钱，只要小美离开，小帅就开连锁餐厅给他。小美一头雾水。这时心腹正把小美爸约到办公室，他知道小美爸脾气暴躁，听这些肯定忍不住。果不其然，小美爸怒气冲冲冲进办公室，对财阀怒斥一番。他坚决反对小美嫁入这样的家庭。小美实在受不了财阀这种态度，决定和小帅就此断绝关系。小帅匆忙赶到，小美已经决心分手，他不想再提刚才的羞辱，坚决与小帅分手。小帅一脸懵，完全不知所措。一旁的小丽看着自己的计划得逞，露出得意的坏笑。小帅急忙找到他爸爸财阀询问情况，财阀拿出了监狱的录音给小帅听。小帅听后觉得事情完全不对劲。在另一边，小帅妈妈和小帅聊天时也觉得小丽有问题，开始对这个心机重重的女人产生怀疑。于是小帅妈妈约财阀出来，同时叫上小美的父母来揭露真相。小美的爸爸拿出当年的保证书和汇款证明，说明了所有的细节。眼看事情无法再隐瞒，小丽的心腹偷偷打电话给她。这个狡猾的女人决定孤注一掷，她约小美在公司见面，狠狠地抢走小美的包，然后跑到楼梯边，大声喊着别推我，故意从楼梯上滚下去。这一切都是她事先计划好的。她预料到小帅和财阀会在这时出现在公司，就可以将罪名栽付给小美，这样误会就越描越黑。小帅怎么解释都没用，财阀只相信自己眼见的一切。小丽的心腹在旁边继续挑拨离间，还把当时在场的员工叫来作证。小美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。这时小帅拿出了证明小丽作恶的证据给父亲看，看完这些我们再谈。说完他带着小美离开了办公室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财阀看完小帅留下的证据，气得差点吐血。这时小帅也来到办公室询问父亲的看法。虽然老父亲知道小丽有错，但他毕竟是自己养的女儿，而且小丽的母亲曾对自己有恩，最终父亲还是选择相信小丽。小帅听后彻底绝望，递上辞职信，决定与财阀家断绝来往。他不想让这个曾经伤害过他妈的男人再次毁掉他的一生。爸爸一听这话气炸了，决定把小帅从继承人名单里划掉。但小帅根本不把这当回事，跟爸爸道了最后一声再见就离开了。与此同时，小美也决心不再软弱，开始反击可思。她偷偷的把手机调到录音状态，走进了小丽的病房，故意激怒小丽，录下了小丽如何作秀，利用小帅争取继承权的丑闻。正巧这时手机响了，小丽发现小美在录音，一把抓过手机想要销毁证据。两人在争抢中，手机掉落地上。就在这时，财阀走进了病房，小丽又开始假装作秀，但小美反应快，赶紧放出了录音。这下财阀终于看清了养女的真面目。小丽知道大局已定，决定一走了之，但她的心腹却拦住了她。她还有最后一计，打算用小丽妈妈当年自杀的手法来博取财阀的同情。他们三个一起策划好了时机。心腹给财阀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小丽偷偷从医院跑回家了。等财阀一到，小丽就假装喝药自杀，想要赢得同情。与此同时，小帅和小美也赶到了现场，从保安手里拿到了药瓶。于是他们来到小美哥哥的医院，把药瓶交给哥哥检查。哥哥一看，这药明明是动物用的安眠药，对人根本无害，除非喝下30瓶，否则连死都难。小帅早就料到会是这样，这小丽除了呼吸是真的，其他全都是假的。而在另一边，小丽见财阀来看她，又开始搞事。先是说自己失望至极，想离开这个世界，然后又是哭又是嚎，说自己有多么爱。这时小帅赶到，揭穿了小丽的阴谋，但他还是小看了小丽的心机。这份兄妹俩的深情加上对老爸的忠诚，老爷子心一软。最后这场戏，小丽还是占了上风，但把小帅赶走并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。原来那个心腹想把公司给整垮，跟老爷子混了30年，他太懂老爷子的弱点了，没多久他就能把公司揽到自己手里。而这个心腹竟然还是小丽的亲爹。更意想不到的是，小丽妈妈3年前的自杀全是假的，她以投资人的身份再次出现在老爷子的开业现场。原来是老爷子夫人为了让小丽继承股份，跟心腹一起设计了这出假死戏码。谁知火势太猛，让她毁了容。她在医院整整治了3年。为了报复老爷子，她以外国投资人的身份混进大爷子的公司，签了对赌协议，3个月内如果新公司不上市，就得赔她150亿。于是她让女儿悄悄跑到供应商那儿，贿赂了工作人员，把食材调包，趁着新店开业大火的时候，举报老爷子用了违规食材，同时还让媒体大肆报道。一时间新店的开业新闻就登上了热搜。老爷子还蒙在鼓里，正庆祝小美和小帅订婚呢。吃饭的时候，老爷子对包租婆做的拌饭赞不绝口，
包租婆也觉得跟老爷子特别有缘。宴会结束的时候，9岁的包租婆给小孙女唱起儿歌，这歌声恰好被老爷子听到，这旋律正是他姐姐当年哄他睡觉时唱的，真是太巧了，他们竟是当年失散的兄妹。年轻的包租婆带着娃嫁给了地主，婚后地主家对她百般刁难，不仅欺负她，还把她弟弟打得遍体鳞伤。为了救弟弟一命，包租婆只好把他丢在车站，让好心人收养。姐弟俩就这样分开了40年。老爷子一听这熟悉的歌声，急忙跑去敲门，想要详问一番。谁知道这时小帅赶来了，公司被举报，正在接受调查。小帅觉得这事儿太巧了，肯定是有人在后面操纵。调查人员和媒体都赶到了现场，网评和攻击明显是串联好的。正赶上小帅的订婚大喜日子，才华和小帅又都不在现场。他想起那次财阀车祸住院，小丽手下故意拔的氧气管，那次车祸原来也是小丽设计的，再加上小丽妈妈的死而复生，这次肯定又是他们搞鬼。门外的心腹偷听完这谈话，急忙打电话说毁容女可能暴露了，女人就以公司无法上市为理由，逼着财阀1周内掏150亿赔偿。情急之下，小帅硬着头皮去找包租婆借钱，但包租婆有她的生活哲学，亲戚之间从不借钱，给零花钱还行，但投资1分也不行。小美试图说服包租婆，拿出财阀年轻时的旧照，讲述财阀和他弟弟相似的遭遇，两人都是被收养长大的，希望包租婆能伸出援手。只要包租婆看到手机里财阀的照片，真相就能大白于天下。谁知包租婆误以为小美借钱，气得把手机摔了，还狠狠地骂了小美一通。幸好天无绝人之路，小美偶然在行车记录仪找到证据，小帅在调查中也拿到了录音。财阀拿着这些证据找到母子俩，警告毁容女别不知好歹，否则就把证据交给警方，让养女这辈子都别想出头。但他还是低估了毁容女的决心，宁愿牺牲女儿也不放弃公司。与此同时，包租婆通过国际机构找到了弟弟，没想到接电话的竟是心腹。他之前留了个心眼，在寻人启事上留下自己电话，谎称包租婆弟弟3年前病逝。包租婆听后心如刀割。赌约到期那天，财阀没法还钱，只好认输了。这时候包租婆气势汹汹，闯进财阀的办公室。包租婆随手一挥，每个大皮箱里都塞满了10亿，剩下的钱都换成了支票，因为太重了实在提不动。最后他还是决定帮助这个和他弟弟命运相似的人。回家的路上，包租婆刚好碰上心腹从旁边走过，机智的老太太立刻想起那男的在寻人机构的话，她赶紧问小帅这人是干嘛的。得知这人在财阀公司干了20年，包租婆立马明白了什么，赶紧拿出弟弟的照片给小帅看。小帅也拿出爸爸的旧照比对，真是同一个人。终于真相大白。这时候毁容女看到财阀带来的钱简直傻眼，自己费尽心机策划了3年，断了财阀所有退路，甚至连自己女儿坐牢都不心疼，结果一无所有。她万没想到好心的财阀没把证据给警察，她怀旧情不追究了。如果毁容女能改过自新，还能成为她的合伙人。这时包租婆冲进办公室，直指心腹质问，你为啥撒谎说你老板3年前就死了？包租婆一时激动，还不小心说出了财阀的小名。接着包租婆对着心腹就是一顿老拳。毁容女想来帮忙，结果反被包租婆给治了。兄妹俩40年后重逢，感慨万千。财阀出生几个月大妈妈就去世了，是包租婆把她养大的，但家里实在太穷，包租婆只好忍痛在火车站放弃她，让人领养。这么多年，包租婆一直为丢弃地自责，而财阀这些年也一直想着姐姐。6岁那年被漂亮国好心人领养，这些年一直在漂亮国打拼，但他心里始终挂念着失散多年的姐姐。为此他放弃了漂亮国的一切，回到泡菜国找姐姐。姐弟俩紧紧抱在一起，真相全部揭露。毁容女是因为当年财阀的绝情而心生恨意，她的所有计划都付诸东流，她的罪证现在还在财阀手里。于是她决定牺牲自己的女儿和多年的心腹。要知道那心腹其实是小丽的亲爸，直到今天她才明白自己只是被利用了。她失望透顶，开车狂飙，带着她一生所爱的人去了天堂。而这时候的小丽也良心发现，把那女人让她做的坏事全都告诉了小咖，至少保住了自己的一条命。故事的最后，小帅的妈妈最终还是选择了她的第3任老公，还怀上了第4个孩子。小帅和小美的婚礼如期举行，如花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。婚礼上，小帅用歌声深情向小美表白，唱到一半，怀双胞胎的大嫂突然剧痛，马上要生了。包租婆急忙打断小帅，叫大家快来拍个大合照，别耽误双胞胎的出生。就这样，在小猪的哭声中，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全家福。